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刘说说。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货币互换啊。人民币呢，现在已经成了全球第一大互换货币，互换的规模达到了3.47万亿。为什么人民币成了全球第一大互换货币，而不是其他的货币呢？原因呢很简单啊，因为人民币是最希望绕过美元霸权，最希望走向国际化的货币。也就是说呀，我们把货币互换当成了突破美元霸权、走向国际化的工具。但是我们要知道啊，货币互换它产生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对付美元霸权的，而是双方为了降低资金的使用成本，或者呢是进行套期获利的一个很普通的金融产品而已。那么这个普通的金融产品怎么就成了对付美元霸权的工具了呢？所以呢，我们不能不佩服中国人活学活用的能力啊！就这些年的操作呀，把老美看的是目瞪口呆的，但是呢又无可奈何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说一说这里边有意思的故事啊。为什么货币互换最初是一个金融工具啊？我们先举一个小例子来形象的说明一下。这个例子呢，可能不是太恰当，但是非常有助于理解啊。比如说，我有一套房子，你有一套房子，市场价呢都是100万，你看上了我的房子，因为我的房子呢离你工作的地方比较近啊，我也看上了你的房子，你的房子装修比较好，住着舒服，就是我们都看上了对方的房子，就想换一换。正规换房呢，就我们要到房管局过户，是吧？那就要交税了，就我们双方都是有成本的，而且呢，你还有顾虑，万一过几年，你换了工作单位了，还想住回原来的地方，那怎么办呢？于是呢，我们就签一个房屋互换的协议啊，互相住对方的房子，为期5年吧。到期之后呢，可以根据咱们双方的意愿呢续期。这样呢，我们都实现了自己的目的，而且呢，规避了过户交税的成本，这是皆大欢喜的事嘛。货币互换其实和这个例子差不多的，最初都是为了降低双方的成本而产生的。就世界上最早的货币互换呢，是1981年产生的啊，距今只有40年的历史，是 IBM 公司和世界银行做的一笔交易。就我们简单的讲一下这个故事啊，大家对货币互换理解的就更深了。先说一下当时的市场背景吧。就1991年的时候啊，全世界都受到通胀的困扰啊，当时世界各国的利率呢都是比较高的，美元的利率是17%。你没有听错，我也没有说错啊，就是这么高啊！当时美国的经济情况呢是滞胀啊，要不然怎么会有里根经济学呢？就 IBM 公司呢，就像IBM 公司手中呢是有一些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啊，就想把它们换成美元，美元的利率高嘛，就想要套期保值。德国马克当时的利率是11%啊，瑞士法郎是8%，这是 IBM 的需求。我们再来看一看世界银行的需求啊。世界银行顾名思义啊，肯定是全球各种主要的货币啊，它都有需求。世界银行呢，获得美元的融资是比较容易的，成本也比较低啊，但是呢，它缺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啊。注意啊，并不是说世界银行就弄不到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，而是它的需求量比较大。同时呢，当时的西德和瑞士政府啊，对世界银行做了限制，就是借款的额度你不能超过多少。世界银行融不到德国马克，融不到足够的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。你还是没有听错啊，就是这么神奇。那世界银行也不是说你想要什么钱就能有什么钱的。这一下呢，世界银行和 IBM 的需求呢正好互补。就 IBM 想要美元，但是它到市场上去融资美元呢，成本是比较高的啊。刚才说了嘛，美元的市场利率17%，你加上融资的成本，就 IBM 使用美元的成本最少也就是18%了。但是呢，世界银行美元的成本低，这个好理解，对吧？这世界银行你怎么说也比 IBM 的信用要好一点吧？就好像工商银行1个点这个利息就可以吸收存款了，但是一些小银行你出2个点也不一定有人愿意存。比如说世界银行美元资金的成本是15%吧，再以17%给 IBM， 这世界银行还能挣2个点。IBM 呢也愿意接受，那我到市场上融资成本还高于17%呢，对吧？反过来说呢也是一样的，
就世界银行受到限制。就刚才我们也说了，德国马克的利率呢是11%，瑞士法郎8%。世界银行用这样的利率根本就拿不到足够的钱。但是呢 ，IBM 手中有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，而且呢成本也是比较低的。那有人可能就不明白了，这 IBM 怎么比世界银行还牛逼呢？其实啊也不是这样的啊。一来呢 ，IBM 在西德和瑞士，它的信誉是比较好的啊。另外呢，它也不受限制。发行的债券利率呢也比较低，当时 IBM 发行了3亿德国马克的债券，票面的利率呢是10%，比市场的利率还低一个点。还有2亿瑞士法郎的票面利率是6.1875%啊，这比市场利率低了1.8个百分点。二来呢是世界银行啊，它的资金的需求量非常大。并不是说世界银行就缺这2-3个亿，它缺的多了啊，200-300亿它也要。如果说 IBM 啊按市场利率把钱给世界银行，IBM 也能挣钱呢，而且呢世界银行也很乐意接受。如果说双方合作啊，这双方都能挣钱，干脆啊这个钱咱谁也别挣了，咱们直接互换得了，就是我们双方使用资金的成本呢，这都降下来了。这就是最早的货币互换。那既然是互相换，到期之后肯定是还要换回来的啊。IBM 呢和世界银行的互换是1986年到期，就说 IBM 还是要把美元还给世界银行的啊。注意啊，是借美元还美元啊。但是这几年里边呢 ，IBM 持有美元资产呢，能够有较多的收益，能挣到钱。世界银行呢也是同样的啊，这几年拿着德国马克，拿着瑞士法郎啊去放贷款，也能挣到钱。到期了，你再把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啊还给 IBM， 这就可以了。刚才我们说的是货币互换的基本原理啊，说的是比较简单，但是事实上呢是非常复杂的。比如说世界银行啊通过 IBM 获得了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的融资，但是你还要考虑到一个汇率的风险呢，就明摆着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它的汇率是下行的，所以呢世界银行还需要有一个对冲风险的操作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第三方，需要给第三方分成。为什么说还有一个第三方呢？因为这个操作呢，本来就是第三方想出来的主意。这个第三方就是所罗门兄弟银行，就是他发现了这个可以套利的机会，然后撮合 IBM 和世界银行成交。这中间肯定是要分成的，我降低了你们双方的成本，你们总得给我分点好处吧？就是大家都要得利嘛。后来呢，第三方它主要起到的是一个平衡风险的作用啊，就是货币互换呢，如果双方对对方都不信任，那怎么办呢？有一个第三方居中啊，起到一个担保的作用啊，这个比较简单，我们就不多说了。现在呢，国与国之间的货币互换是没有第三方的啊，都是双方直接操作，就是2个国家的央行啊之间的信任度还是很高的，你不信任的话，根本就不会给你货币互换啊。说了这么多呢，现在我们说一说中国是怎么玩货币互换的啊。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货币互换呢，不是为了降低资金使用成本的，而是有别的目的啊。就好像一把菜刀，它本来是用来切菜的，但是中国拿来是砍人的，砍的是谁呢？美元霸权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和日本、韩国、俄罗斯、土耳其等等39个国家签署了人民币的互换协议啊。以前呢，我们同这些国家进行贸易是要通过美元进行的，现在呢，用自己国家的本币就可以了。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？我们就拿中国和俄罗斯啊来说明一下啊。比如说中国要买俄罗斯的能源，就以前没有货币互换的时候，中国要向俄罗斯支付美元的，对吧？俄罗斯买中国的产品呢，也要向中国支付美元。现在就方便了，有货币互换了。怎么换呢？比如说啊，中俄现在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，总额就算1个亿人民币啊，为期5年，汇率呢就按照现在的汇率来定啊。现在的汇率1人民币是11.2卢布啊，我们取个整，就算1比11吧。就俄罗斯央行呢可以向中国央行借1亿元人民币啊，当然得付利息啊，这个利息另外说。
中国央行也可以向俄罗斯央行借11亿卢布。只要说有一国的央行提出一个借款的请求啊，另一国的央行是必须得借的，必须得给。这样呢，俄罗斯向中国购买商品，你就可以直接向中国的厂商支付人民币了。你向中国央行借款就完了嘛。同样呢，中国向俄罗斯购买原油和天然气啊，也可以直接支付给俄罗斯卢布。有朋友可能要问了啊，那借钱不是还得还吗？这多新鲜的，那肯定是要还的，对吧？那俄罗斯借了中国1个亿的人民币，以后怎么还呢？就很简单啊，3个方法吧。第一个方法呢，就是往中国卖东西啊，比如说原油啊，多卖一点，接受一部分人民币付款，这手里就有人民币了，可以还款了。第二呢，就是继续续签额度更大的货币互换，继续借啊，借了还。第三呢，你就是从外汇市场去买人民币还啊，反正你不管用什么办法吧，借出去的是人民币，还回来的也是人民币啊，反过来也是一样的，中国向俄罗斯借卢布，还给俄罗斯的还是卢布。你不管怎么说啊，这中间就没有美元什么事儿了。也就是说呀，中国和别国签订的货币互换规模越大啊，美元的市场就越小。现在人民币互换的规模是3.47万亿啊，也就意味着美元减少了5000亿的流通市场。虽然这点钱呢，对于美元来说9牛1毛吧，但是有句话是怎么说的呢？千里之堤溃于蚁穴，慢慢来吧。那有朋友可能又要问了啊，这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啊？这个肯定有啊，主要是汇率方面的风险啊。比如说中国向俄罗斯借了11亿卢布，现在呢是只需要1亿人民币就可以还清了。那如果未来卢布升值了怎么办？升到1比5.5，那中国要还清11亿卢布就得拿出2亿人民币，这就是风险。但是卢布如果贬值了呢？比如说卢布贬到1人民币兑换22卢布，那中国只需要5000万人民币就可以了，那中国还赚钱呢。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啊，就俄罗斯向中国借了1亿元人民币，如果说卢布升值了啊，俄罗斯就获利了。但是中国也没有损失啊，就我借出去的是1亿人民币，还回来的还是1亿人民币啊，而且呢还带点利息，我有什么损失呢？但是如果说卢布贬值了，那俄罗斯就倒霉了啊，就得多掏钱了嘛。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呢，我们就知道中国为什么要大力推进货币互换了啊。现在的情况呢，人民币是比较坚挺的，未来贬值的可能性不大，所以中国的风险就不大。而且呢，中国的外汇储备呢是非常充足的，支付手段选择比较多。那货币互换这个东西啊，是我需要了才找你借钱，不需要就不借了嘛。所以主动性呢是在中国手里啊。咱们举一个例子吧，比如说中国和土耳其这也有货币互换，中国向土耳其买东西可以借土耳其里拉支付啊，也可以欧元、美元支付也行啊。就我手里的外汇储备多呀，但是呢，土耳其能选择的就不多了。就买中国的东西啊，是很乐意向中国央行借钱的。有朋友们可以在网上搜一下，土耳其的外汇储备啊，都快要枯竭了。它有限的外汇储备要流到更需要的地方，所以土耳其很乐意向中国央行借钱的啊，借人民币。你借的人民币越多，你和中国经贸关系的绑定就越紧，对吧？你借的人民币总是要还的吧，那就加大和中国的贸易往来，多挣人民币还账吧。所以说呀，就是中国大力推进货币互换，可以挤压美元的流通啊，有助于人民币走向国际化。我不管你用什么货币啊，和日本交易就是人民币和日元，和韩国交易就是人民币和韩元，和阿根廷交易呢，那就是人民币和阿根廷比索呗，反正不用美元就行啊。就中国在世界上占的贸易的份额占的越大啊，签订货币互换的国家越多，咱们的人民币啊走向国际化的步伐呀就会越快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关于货币互换我们就说这么多吧，准备的也不充分啊，非常感谢朋友们观看我的节目，下期节目再见。